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今天呢，来重新回到这个 Thursday with Dustin 的第13集。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回到了这个逻辑，对不对？好 ，critical reasoning 批判式逻辑的这种题目。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叫做你在考试中可以实战运用的 MEC 横向分拆法。OK， 好，来，我知道大家很好奇什么叫 MEC 这4个字，对不对？好，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会跟大家道来这样子。好，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的是。GMAT 它还考你什么东西呢？好 ，GMAT 的设计一开始并不是为了 Master， 并不是为了这个一般的商学硕士。好，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所谓的这个 MBA， 对不对？好，我们都知道 GMAT 这个考试呢，好，就是如果我们从2009年开始往回算的话，其实已经有60年的历史，60年以上的历史了。OK， 好，它一开始其实是美国极大的这个顶级 MBA， 他们自己联合推出的入学考试，然后后来被越来越多的这个 MBA 来就是采用，那再进一步的被什么？被就是 Master 商学的一般的这个硕士 MSc 所采用这样子。好，那你要知道 MBA 呢，在课堂上最常做的事情叫什么呢？好，这是由哈佛商学院所带起来的这个方法，叫做 Case Method。OK， 就是由实际的 case 来研究。OK， 研究说一个公司要怎么去解决一些危机，或者要怎么去达成一些目标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件事情呢，也相对的是什么？你在毕业之后，如果你进入了这个管顾业或者咨询业，比如说我们说 McKinsey， 比如说我们说 BCG，OK， 好，他们会每一个专案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好，那当然 Dustin 并没有那么厉害，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其实管顾业出身的，对不对？好，但我相信呢，就是好，不管你是不是管顾业出身的，你都要会学习这样的知识，你要去知道说你未来打算要做什么，然后呢，你要去知道说你未来会用到什么样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不一定是所谓的 technical， 不一定是所谓的像是你要去学 SQL 啊，你要去学数据分析啊之类的。OK， 好，但是最主要的是你要掌握那个思维。好，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介绍的是说管顾业他们到底在用什么样的方法做事。好，其中一个方法我跟大家粗浅的介绍就是什么？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MECE 是如何在实战中可以用在逻辑题身上的。OK， 好，来，我们现在定义一下什么叫MECE。好，你可以看到 MECE， 对不对？好，它的意思呢是什么呢？你看哦，字面上叫什么呀？字面上叫做好 mutually exclusive， 叫各自。好，各自怎么样？各自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互不隶属。OK， 好，那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总和是穷举的。OK， 好 ，collectively 就是什么？就是总和的意思。好，就是全部的情况下。OK， 好，然后呢 ，exhaustive 什么意思？是穷举。好，我们中文叫穷举。OK。好，那你说什么叫做各自独立总和穷举呢？很简单，就是什么？管顾业、咨询业他们在去分析事情的时候，他们一旦拟定了一个目标，接下来呢要去分析这个目标怎么去达到，对不对？或者他们今天一旦发现了一个问题，要针对这个核心的 issue 去继续再做下一步的进一步的分析，对吧？他们肯定是要去捞更多的细部的资料，或者是不管是质化的或量化的，对不对？都要去找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他们会使用这个方法，就是说今天我们会尽量的把我们要去分析的这个目标去拆成各个子因素。 OK， 好，那拆的时候呢要注意刚刚我们讲的这2个原则。好，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互相独立。好，什么叫互相独立呢？就是说你所拆出来这个因素不能有重叠。 OK，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要去分析市场调查好了。好，假设我们今天要分析市调，不是分析市调，应该说假设我们今天要做个市调。好，我们要去调查一个产品的这个客户满意度。 OK， 好，那我们去做分类就会是什么呢？就会是可能 maybe 10到20岁一个群体，好，20到30岁一个群体，这样子。好，那我们不会说今天去分说10到25岁，然后呢，好，比如说然后这边又是什么？又是20好到35岁，好，这样子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这2个群体之间中间是有一部分重叠的，对不对？好，中间是什么？中间是20到25岁这边。好，那这个重叠就会导致说你有些因素会过度强调了。好，一旦你重叠的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可能你今天好会过度的高估或低估了某一个群体的影响力，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我们在做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去切割出来的因素是要尽量的互不隶属，这样子。好，比如说你不能说又研究这间公司的这个总成本，又研究这间公司的这个劳工的这个成本，对不对？好，因为总共成本跟劳工成本是有很大的重叠的，对不对？你就会重复算了这样子。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第2个就叫什么？叫做所谓的好，就是全体穷举。
好，我们说什么样的总和穷举？总和穷举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尽可能的去分析到所有的状况。OK， 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要分年龄，我们在做市调的时候，肯定不会是只做10到20岁，底期什么20到30岁。为什么？你今天后面可能还会有什么样？可能还会有所谓的这个40到50、50到60、60到70，这样子你就会忽略很多很多的因素，对不对 ？OK， 好，所以今天假设好，我们今天要做市调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是0到30岁，好，然后呢30到60岁，60到90岁这样的概念。OK， 那我们就预设说，其实90岁以上其实人已经寥寥无几了这样的概念。OK， 好，这叫所谓的什么？这叫所谓的这个就是全部穷举，好，综合穷举。OK， 好，那我们在实战上会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看到一个题目，它最后要结论要跟我们证明一件事情，好。有证明说今天数量会不会上升啊？好，比如说价格会不会增加啊？好，利润会不会增高？好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证明说这间公司的成本将会上涨好了 ，OK， 好，那题目会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它题目前面的 premise 跟你讲说这间公司呢怎么样？这间公司的这个就是采购成本会逐年攀升 ，OK， 好，那这个时候采购的单位成本会逐年的攀升，对不对？好，就是那这个时候呢，他最后跟你讲说，这间公司未来的这个总成本会往上升，对不对？好，那题目会给你一部分的 premise， 好，然后最后他想要强行的推出一个什么？推出一个结论。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结论抓到，然后去猜说出这个结论本身，好，它本身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好，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把总成本拆成什么固定成本跟什么浮动成本？好，浮动成本就是你每一次进货所需要的成本嘛，对不对？那这个浮动成本可能还会有什么？可能还会有所谓的这个采购成本跟什么样呢？跟采购的数量，好，单位的采购成本跟采购的数量，好，那当然有些公司它可能还会需要有这个员工，好，它可能就是它的生产浮动比较大，所以它可能会每个月会有派遣员工，好，就是 temporary position，OK， 那你可能要再加上派遣员工的数量跟什么派遣员工的每个单位成本，对不对？好，那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就是所谓的固定成本，那我们要分什么？我们要分成说 ，OK， 你的这个厂房、你的设备，好，你的这个厂房租金，好，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常态员工，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往下。你看，继续往下一层一层的拆，好，包括你的这个租金是怎么算的 ，OK， 好，包括你的这个大小跟你的这个你的面积跟你的这个单位价格，对不对？再加上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设备，对不对？它是一层一层的拆下去，你会发现拆的过程中，我会尽量做到什么东西，就是说你不会有就是各自重叠的情况，像这两个是不可能各自重叠的，对不对？这两个不可能各自重叠，对不对？好，只要不各自重叠，好，再来就是它会尽量去穷举，对不对？好，比如说这间公司里面就是这两种成本不会有第三种成本 ，OK？ 好，比如说今天你说法规成本算哪里呢？法规成本它算什么？可能算是这个浮动成本跟固定成本里面要分开算，有些法规成本是什么？是这个固定的，对不对？每个月要缴的这个律师顾问费，那就要算在这个地方。但如果今天是什么说每个月可能会引起的诉讼，我们要预留一笔钱，那可能就是什么浮动成本这样子 ，OK？ 好，来，那我们会是尽量的去分拆到底。好，就是等于说就是要整个 collectively exhaustive，OK？ 好，那再来就是什么？我们尽量分拆的时候是互不隶属的这样子。好，那文章会给你一部分，好，文章的 premise 可能会给你一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干嘛？自己去分析，去想还有哪些部分是没有考虑到的。好，这个东西你就是可以让你去预想，那你的预想就会在接下来答案里面出现。OK？ 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商学院就是要训练你怎么样去看到原本的 case 里面那个人看不到的事情。这样子，好，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实战中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适用这种方法呢？老实说，蛮多情况的。怎么说呢？好，你只要看到当文章里的命题就是结论里面，好，注意哦，不是结论本身哦，好，命题不是结论本身，是什么？是结论里面更去聚焦说哪一个单一因素是否成立 ，OK？ 命题的意思就是某一个单一因素是否成立。好，比如说文章里面结论可能说做了这个方法之后会让成本下降。我们的命题不叫做这个方法做不做得下去，不叫做我们能不能做这个方法，我们的命题叫做什么？做了之后成本会不会下降 ？OK， 好，当你的命题是什么？是数据程度的变化的时候 ，OK，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利润成本嘛，好，比如说今天人口密度也算哦，对不对？好，比如今天人口的数量、失业率都算，对不对？好，那程度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今天，好，我们说找工作的困难程度 ，OK，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一题 ，OK， 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就是
财务状况 ，OK， 就是你活起来比较穷，财务水平活起来比较穷，还是活起来比较滋润？好，这个也叫程度 ，OK 吼。只要你看到文章里的命题是数据程度的变化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可以去做 MECE 的分拆这样子 ，OK。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看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看的3题 ，OK。好，来各位，第一道题呢，我们来看哦，这道题我相信大家可能有看过，对不对？好，这道题说什么？说某一个国家，好，他最近呢，就是不是他最近怎么样？他引入了一个什么？引入了一个就是要求说，今天学生对老师的比例不能够超过一个比例，对不对？好，那你知道不能超过的意思就是什么？分母对上分子不能够特别的小，什么意思？你收多少学生，你就要确保这些学生有多少老师可以顾到，对不对？他不希望让学生的受教权利受损，这样子 ，OK？ 好，来下一句话说什么？说今天这个地方的小孩子们，他们都是好，就是能够去上公立学校，就是义务教育啦，这样子。好，接下来说什么？当今天衰退发生的时候，然后呢，国家的这个就是家户的这种收入变得低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更多的小孩会去选择上什么？选择上这种免费的公立学校，这样子。好，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接下来说什么？因此，虽然大部分的工作，好，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机会都会变少 ，OK？ 经济衰退的时候，大家都难找工作这样子，好，但是怎么样？好，注意哦，这个虽然后面要记的是但是哦，但是呢，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对不对？教师这个行业的求职困难度，好，求职困难度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并不会变得比较高 ，OK？ 好，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它的主题叫什么？这地方我们现在整理一下意思，我们都知道 Dustin 的这个很强调要自己用人话把逻辑重新整理过一遍，对不对？好，逻辑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国家它确保就学的孩童好一定要有足够的老师，对不对？学童的数量多少，老师的数量就一定要至少达到多少。OK， 好，那这是一个规定，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说，经济不好的时候呢，来公立学校的人就会增加了，对不对？好，来公立学校的人就会增加，好的学生就会增加，所以呢，代表说他们可能有更需要更多老师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好，今天你要当老师，这个时候其实不是难事，你的求职不会变得非常困难，对不对？好，这个地方里面虽然今天最后的结论并没有讲到数量 ，OK， 没有说什么今天要证明老师的数量变多或学生的数量变多，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发现最后这个结论它很明显来强调是一个程度，对不对？叫做当老师的困难程度 ，OK， 好，来，那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在看5个选项之前，你要先去懂得去做什么？做 MECE 的分拆，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现在先定义一下这个地方的主题是什么？这地方的命题就是什么？当老师会不会变得困难，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老师的这个求职困难程度 ，OK， 好，困难程度。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干嘛呢？你可以开始慢慢的去想说 ，OK， 我们今天要分拆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把这个求职困难程度具象化，对不对？好，要具象化才有分析的可能嘛，对不对？不然我们管顾业跟一般人的差别在哪里？一般人在看事情是靠感觉，对不对？好，但是呢，管顾业看事情是完全靠分析，完全靠这个数据，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发现你很难具象化，我教你一个招，好，就是说你今天带入这个求职者的角色，好，去想，好，你今天去摊开一张纸来想说 ，OK， 好，今天求职会被什么因素所影响？我如果要去求职的话，我会在意什么东西？你就比较好具象化了。那你们发现这地方其实我们可以分拆出2个因素，对不对？第一个因素就是什么？求职市场上其实怎么样呢？其实是要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供给跟需求 ，OK？ 看的是供给跟需求，对吧？好，也就是说今天到底来求职的这个 applicant 有多少？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叫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嘛，对不对？对于老板来说，这个叫做新鲜的肝这样子 ，OK？ 好，另外一个叫什么？叫做 position opening。OK， 好 ，opening position 就是说释出的职位有多少，对不对？好，释出的这个开放求职的职位有多少，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MECE。那有同学说，那今天这个教师资格的甄选算不算是会影响呢？好，你如果平常用这个就是直观来想的话，的确是会影响。可你要知道的是，教师甄选的标准高了或者低了，它其实是归在哪个地方？它其实是归在这个地方下面 ，OK？ 这个地方下面，为什么？
教师资格就是教师资格的这证，它的甄选程度高，那代表说来申请的可以来申请的就少，对不对？教师资格的这个甄选程度低，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今天来申请的就多，对不对？所以它并不能独立在 application 这个因素之外，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是什么 application。如果你独立出来讲说教师资格的甄选的话，那就变成什么？各自之间其实是有重叠的这样子。OK， 好，所以你再继续往下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OK， 今天会影响什么？什么东西会影响 application 来求职人多少？那你就可以再继续想，怎么样我会来求职，对不对？第一个就是我有资格嘛，对不对？就是资格准入的这个水准高低。再来是什么东西？好，你可以再继续想一下。好，比如说像什么，可能今天其他工作对比的吸引力，对不对？好，其他工作。好，其他工作如果今天太不赚钱了，我可能就会想要怎么样？我可能就会想要去就是当老师，所以这边可能会有什么其他工作的薪资，好，或者是其他工作的劳务跟薪资好的这个就是差距，对不对？可以说其他工作对比的这个 CP 值，好，就是所谓的这个性价比，对不对 ？OK， 那这边我就可以看，我可以继续往下分拆，对吧？好，可以说今天其他工作的 CP 值里面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其他工作的这个就是劳务跟这个什么？其他工作的劳务跟老师这个劳务的对比，对不对？好，然后其他工作什么？其他工作的薪酬跟这个工作的对比，对不对 ？OK 哈，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就会继续往下分拆，对吧？好，来，那再来呢，就是什么？你可以开一个分拆，对不对？好，比如说，来，我们想想看，如果你今天是求职者的话，你除了今天考虑其他工作跟这个工作的 CP 值决定之外，你除了资格可以决定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会决定？好，当然还有什么？你看，我们常常都说钱多事少离家近嘛，对不对？好，它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它的距离，对吧 ？OK， 就这个教师。这个学校这些学校到底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好，如果是集中的话呢，集中就是区域的话，那么可能来求职的人就不一定会很多，对不对？好，但如果今天是分散区域的话，好，这个国家的这个教育非常普及，分散区域的话，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来求职的人可能就会怎么？可能就会更多，对吧 ？OK， 因为到处都有人想要当老师这样子，所以可能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区位因素影响这样子。好，来，那再来呢？你看到这个 position 这个地方，学校什么时候会开 position 呢？当然，这个 position 包括什么样的？包括他们今天。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好，包括今天当然要维持这个 ratio 是一个因素，对不对？好，就是学生的数量会直接影响到 position 的数量。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是 student 的数量。好，不好意思，我这个笔操作不是很顺畅。学生的数量，对不对？好，然后再来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今天好这个。就是过去的老师离职的数量，对不对？你有人离职了，当然也是要补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包括了怎么样？包括这个离职的，就是过去的老师，好，他们 left job 的数量，对不对？好，对吧？然后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说今天可能他们真的是除了教学之外，还需要老师去做其他工作。OK， 好，就是除了学生的数量，或者是除了离职老师的数量之外，他们还需要学生去做其他所以老师做其他工作，比如说教务啊。好，比如说支援活动啊，所以就是什么，可能其他的这个教务的数量，好，导致什么？导致说今天学校需要扩招，对不对？好，其他的这个administration 这样子 ，OK， 好，来，你看，你尽量去把它穷举，那穷举完之后，你去自己检查一次说，你有没有中间互相重叠这样子 ，OK， 好，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管顾业在做的事情这样子，好，那你说 Dustin， 我有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这样分了一层一层，好像洋葱一样剥开我的心，对不对？你这样分一层一层一层，这个我可以理解，这样做的确是非常详细，这样的确是我之后在商学院会做的事情。OK， 可是我到底今天考试的时候能够做到这么多层吗 ？OK， 好，我考试的时候真的能够去想到那么多吗？我的时间很有限，对不对？我还要去看选项，对吧？好，我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平常练习的时候，你尽量猜到底，好不好？好，平常练习的时候尽量猜到底。尽量猜到横向能够穷举，而且之间互不隶属。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想到第3层、第4层，我们考试的时候最多想到第1层到第2层就可以了。OK， 好，考试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会穷举到全部，我们可能真的只是穷举到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概括。因为在真实商业世界里面，如果今天就是市场更新日新月异的话，我们其实很难穷举到全部，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可能 maybe 50年前，我们只知道这个市场上好储存装置是有这个磁碟片跟什么跟这个光碟机，对不对？好。
但是呢，后来就慢慢出现了什么？慢慢出现了 DVD， 慢慢出现了蓝光，对不对？好，慢慢出现了这个 USB， 好，水成硬碟这样子。OK， 好，就是那个水成碟，对吧？好，所以比如说5年前、10年前，你可能只知道说 ，OK， 市场上如果要电子产品的话，好，我们只有什么手机跟电脑，对不对？接下来慢慢出现了 iPad，OK， 平板电脑。慢慢出现了穿戴式装置、智慧手表，对不对？好，所以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至少重点是什么？你能在更短时间之内比别人做得更完整就可以了。OK， 所以在正式考试里面，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在实战的思考上，我们其实只会思考什么？我们大概只会思考到就是第一层到第二层，就是说 ，OK， 我要去提醒自己，我要注意到文章里面讲到什么东西，讲到了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公立学校会有更多的学生，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题目给我们讲死的是谁？给我们讲死的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会变得更多。OK， 好，它暗示的是什么？它暗示的是这个学校招聘会招聘更多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可以想一下怎么样，就是接下来还有什么可能 ？OK， 好，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想到什么？第一个就是可能会想到 application， 好 ，application 这边会不会变得什么更激烈，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更多人来应征了，对不对？好，那再来你可能会额外想到什么？额外想到说，OK，是不是今天学校离职老师会变少了，对吧？好，或者是今天学校怎么样呢？好，其他就是他的资格会变低，对不对 ？OK， 然后资格会变低这样子，好，或者是 CP 值会怎么样之类的。好，其实你在实战上你要大概要想几个呢？我跟你讲，好，大概想3个就可以了。OK， 好，大概就是第一层、第二层，大概猜出你3个预想的答案就可以了。好，3个预想答案。你说 Dustin， 为什么我今天不要猜出5个、6个、7个、8个？好，这样不是显得我很厉害吗？对不对？好，练习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实战的时候不需要。为什么 ？GMAT 的题目设计，他们都会考虑到一个题目的平均做题时间。好，就好比说今天你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对不对？做数学题的时候，你今天遇到一题，好，比如说今天他问你说数列，好，第一项等于多少，第二项等于多少，对不对？好，然后呢，接下来要你推什么？要你，比如第一项等于5，第二项等于8，然后要你推什么？第5项的时候，你是会直接用算的，一步一步算出来，一步一步2、3、4、5，对不对？好，但如果他今天要你推什么？要你推第281项，你就不会用一个一个算，对不对？你就会用找规律的方式、算公式的方式来归纳出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今天考试的时候，一道数学只有2分钟的时间，你如果一个一个推，你是怎么样都不可能在2分钟之内把这个281项推出来，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观念也是一样，就是说，好，在 CRT 里面，对不对？好，一般来说2分钟之内，好，应该说1分40秒之内，好，题目的这个就是能够做完，是 GMAT 希望能够做到标准这样子，就是聪明的人绝对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做完。好，所以题目它的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知道吗？好，它给你预想的范围不会太大，好，你不需要猜到很底层这样子。好，一般来说3个预想就足以囊括GMAT它接下来要考的方向了。如果你想到7到8个预想，那你可能是什么样的？太钻牛角尖，想太细了。OK， 好，或者是什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你一开始的这个命题定得太广阔了 ，OK？ 比如说文章明明只是要跟你讨论这个成本，结果你以为他还跟你讨论公司会不会未来会不会就是蒸蒸日上，好，公司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国际大企业？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什么？讨论成本很好猜，对不对？讨论公司未来会不会变成国际大企业？那你就会变成说什么？就变成说好像今天各个东西都要考虑，对不对？你要考虑扩张，要考虑什么，对吧？好，来，所以你就知道。你考试的时候，实际上就只要做到3个预想就够了。好，如果做到太多的预想的话，那就反映的是什么？第一个，可能你太钻牛角尖。好，第二个就是什么？有可能今天你的命题抓得太模糊了，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做过预想之后，我们来稍微去知道了。好。大概我们会考虑的是，除了考虑到文章里面所讲的这个学校多聘人之外，也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可能今年竞争更激烈，或者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更多的人离职导致学校不会多聘人，对不对？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今天要考虑到说有没有可能教师准入的这个资格是变低或变高了，对不对？好，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5个选项，来，你可以看到。这时候你可以先按暂停看一下5个选项，你就会发现选项在你眼前变得非常的清晰。好，注意哦。思考之前、预想之前跟预想之后是看选项感觉是很不一样的。OK， 好，如果你没有预想，你看这5个选项就会被搞乱掉，因为它给你一堆资讯，对不对？但你现在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5个选项里面给的资讯对你来说是很好去排除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 A 选项，还有什么？他说今天是不是在这个国家呢？好，是有些学校怎么样？是就是。
他们是私立学校，但是怎么样呢？他们是给学生免费上学。OK， 好，那我问你一件事哦，今天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在乎的是这个教师聘请的人数会不会，就是聘请的人数会不会变高，对不对？那你有发现这个选项它在讨论的是不是有别的学校？好，是不是今天有这个非政府成立的学校，他们给学生免费上学？可是问题来了，就是说今天就算他们给学生免费上学，他们会多请老师吗？他们会吗？不一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文章里面跟你讲说，这个是只限定于公立学校，对不对？好，所以私立学校就算多了学生，他会不会多请老师？其实不一定，所以不在我们刚刚的考量范围之内。这样子，好，那 B 选项他说什么？他说，是不是今天这个合格的这个竞争者，对不对？合格竞争者增加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个选项特别的清晰，对不对？它就是你刚刚想要考虑到的事情，叫什么？叫做是不是今天来竞争的人增加了？是不是今天有资格的人变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注意哦，考试的时候不要直接选哦，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说服力更高、逻辑更紧密、好强度更强烈或更适合的。这是我们上堂课讲的混淆选项有讲到，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我们要先保留这样子。好，那第三个 C 选项 ，What the current student-teacher ratio in Virginia's government-funded school is？ 来注意哦，这个选项虽然跟你真的讲到这个 student ratio， 对不对 ？student 就是 teacher ratio， 可是问题来了，他今天要问出这个数字来，要问出现在数字来。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整篇文章在讨论的是，我要看到的是变化，对不对？好，我要知道是不是变多还变少，我还知道这整个架构系统会怎么变，对不对？你把这个现在数字问出来，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变化，你不知道其他的变化，那这时候我们怎么解决事情，对吧？OK， 好，所以今天 C 选项也是什么？无关选项，你只有现在数字，我告诉你是20，然后嘞，对不对？好，那未来会变成怎么样？其他因素会不会改变？你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去考虑其他因素，算是把数字报给你听，对不对 ？OK， 那今天你去分析一间公司，好，你去分析一间公司，你能不能好转？你拿这些。现在已经看到，你现在看到这间公司的营运在恶化了，你拿出今天它营运的现在恶化数字有什么用？你应该是要去找说有没有可能其他地方会有好转的迹象，对不对？对吧？所以 C 选项也是无关选项这样子。好，那 D 选项说什么呢？说今天 What proportion of Virginia's workers currently hold jobs as teachers in government-funded schools？ 它也是什么？也是一样的错误，对不对？你今天只是告诉我说现在的教师有多少，可是你没有跟我讲说未来的应征教师人会不会变多，未来离职人会不会变多，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拿一个数字跟我讲，你说现在有1000人、2000人好了，我们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增加300人还是减少500人，所以D选项也是什么？无关选项。OK，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E选项说什么？说是不是过去是很多的公立学校，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样呢？其实是超过了这个新的限额。那我问你哦，过去是过去的事情，过去超过了，不代表他们未来不会守法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什么？也是就是无关选项。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从现在到未来这段时间。那你过去犯法的事情，没有人说你过去这个数字高，你未来就不会降低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也是无关选项，所以你这时候可以非常切实的去选到 B 选项这样子。OK， 好，来，所以你看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简单的示范。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我们现在来看的是下一题的地方。好，来，你看哦，来 ，in Teruvia, the quantity of the rice produced per year is currently just as large enough to satisfy domestic demand. OK， 他说在这个国家怎么样？它每一年生产的这个米饭，好，这个不是米饭了哈，它每一年生产的稻米其实只能够刚好的就是供给自足，对不对？供需自足，好，自给自足这样子。好，他说什么？未来呢，这个稻米的这个总产量不会再增加了，然后呢，未来的这个每面积每单位面积的这个稻米的产量也不会增加了，这样子也不会大量的增加。OK， 好。然而未来呢，这个国家的人口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认为说未来这个国家需要进口稻米这样子。OK， 需要进口稻米。好，来，那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它的命题是什么？它的命题是我们需要进口稻米，对不对 ？OK， 好，来，各位，那我们先来想一下，好，这个进口稻米是由什么东西所影响的呢？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的命题是不是需要进口稻米，对不对？好，那你想哦，
谁需要进口稻米，对不对？好，谁会需要去过到是这个国家嘛？你可以带入国家这个角色去想。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粮食署，好，或者是我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部，好，我要顾的是人民的这个生活，对不对？好，那什么样的情况我才会进口稻米，对不对？好，那肯定是什么？意思是我今天是 shortage， 对吧？好，它的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国家其实已经有 shortage of rice 的出现，就是粮食短缺，不是粮食短缺，应该是稻米短缺的情况出现。好，那这时候我们来开始思考这个短缺它背后可以拆成什么东西？来，各位，我们就可以开始进一步的分析嘛，对不对？你身为这个国家的经济部长，你就会开始去分析说 ，OK， 这个短缺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来把它换成靠腰，好，还有为什么这个笔会这样子？好，我把它换成两个东西，好，一个东西叫什么？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国家的粮食，它本身好，它的 rice 好。就是稻米的 demand 是什么，对不对？好，然后另外一个，那你肯定知道是什么东西，肯定知道是 supply， 对吧？好，就是需求有多少，供给有多少，对不对 ？OK， 好，来，那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好，我们来想一下，就是说这个 demand 跟 supply， 我们进一步要怎么去拆？好，当然这个 demand 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人民的 demand， 对不对？这个 demand 会有什么决定的？会由今天好，当然人口是一个因素，对不对？好，人口是一个因素。好，还有什么？应该这样，我们可以分成人吃的跟就是其他动物吃的，其实可以这样分。OK， 好，我们可以分成人吃的跟其他动物吃的，比如说马会吃啊，牛会吃啊。好 ，animal， 好，那你要不要分成羊啊、猪啊、鸡啊？要不要不用了啦 ？OK， 好，这样分就是钻牛角尖啦，这样子好。来，那再来呢？人吃的这个demand会有什么东西的影响？好，人吃的demand会有什么？会有所谓的这个就是人口，对不对？人口是最直接的嘛，对不对？还有什么东西嘛？每个人的这个需求嘛，对不对？就是好 per capita， 对不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就是吃的单位的需求嘛，对不对？每个人喜不喜欢吃稻米 ？OK， 好，他的这个对 rice 的单位需求，那当然这个往后再去拆，就可以拆成更多影响，比如说这些人的 preference， 对不对？好，或者是其他东西这样子。好，那这样我们没有必要，我们只要拆，大概能够稍微想到就可以了，这样子。好，那 animal 就不需要再去细拆了。好，当然也是动物的人口，好，动物的数量，或者是每个动物的这个什么偏好之类的。好，来，那在 supply 这个部分呢，会是什么呢 ？supply 这个部分就会是我们去拆成说 ，OK， 这个国家的这个进口，好，以及它国家自产，对不对 ？OK， 好，进口还是自产，对吧？好，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因素。那有没有可能今天什么？有没有可能今天好？进口其实已经被讲死了，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讨论有没有进口 rice 嘛，所以这个地方等于已经定了这样子。好，已经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讨论什么？讨论自产会不会变多，对不对？对吧 ？OK， 好，来我们大概分完之后，好，那自产当然还可以分什么？分这个国家的技术啊。好，分这个国家什么？分这个国家的这个产地面积啊，对不对？好，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每单位的什么产量，对不对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但当然啦，就是每单位的产量你不能跟技术分开来。OK， 为什么？因为技术会影响的就是每单位的产量，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把技术跟每单位产量并列的话，对不对？好，就是所谓的这个效率，好。生产力啦，你如果把技术跟生产力并列的话，你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什么？你并没有所谓的就各自独立。好，所以如果你要分技术的话，其实你是应该要分在效率之下了，这样子。OK， 好，所以这边就其实就是什么面积跟每面积的这个效率这样子。OK， 好，每面积效，那你说是什么人力啊什么的，那个都是分在效率之下这样子。OK， 好，来，那现在我们来看各位。我们其实不需要去想到第3层、第4层，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到什么？大概可以想到最直接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今天好，这个文章里面讲的是 supply 嘛，对不对？讲的是 demand 会往上升，他说人口往上升嘛，对不对？我们其实大概只要想到这个，就是谁说人口上升就一定会让消费增加？有没有可能什么？有没有可能今天每个人不喜欢吃东西了，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可能怎么样？有没有可能今天来自于人之外的其他 demand？OK， 就是动物吃的东西下降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再来文章里面讲死了什么？文章里面其实刚刚他已经讲死了这个单位产量，对不对？你会看到他讲死了什么？讲死了这个总产量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来考虑总产量的问题了。OK， 这一整块是已经讲死了。OK，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
这时候呢怎么样？你看进口就已经讲死了，对不对？进口已经讲死了，为什么？他已经跟你讲说他要多加进口，对吧？好，所以你不可能又说什么他要减少进口，对吧？OK， 好，不可能说其他的进口会减少，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变成说，好，那我们大概就知道我们这有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叫做是不是今天好人口增加，但是呢每一个人他的对米饭的消费减少，对不对？好，然后第2个方向叫什么？叫做今天是不是有可能非人的这个动物还有他们的这个米饭的消耗量会减少？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OK， 好，来，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选项说什么呢？他现在是问你假设嘛，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就是要去防止刚刚那些因素做变化，这样懂我意思吗？好，因为如果刚刚那些因素有反向变化的话，我们的论点就会被削弱，这样子。好，来，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好，第一个选项说什么 ？No pronounced trend of decreasing per capita demand for rice is imminent in Teruvia. Imminent 的意思是 about to happen， 对不对？这个字很常见嘛，就是将要、快要的这样子。好，它的意思是好，未来这个对米饭的人均需求不会快速的下滑。换句话说，人们不会怎么样呢？不会突然就不吃米饭了。那这个我们对到我们刚刚的预测，它很明显对到我们刚刚的预测说什么？有没有可能今天人口虽然增加，但是每个人就不爱吃米饭，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我们要把它保留 ，OK？ 好，注意保留不是直接选如果你直接选就厕所留了这样子 ，OK？ 好，来，那我们看 B 选项说什么？说 Not all of the acreage in Teruvia currently planted with rice is well suit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rice。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跟你讨论的是，今天是不是它能更适应土壤？那它可能导向的是什么？能不能适应土壤？它可能会导向的是今天这个当地自产会不会增加，对不对？但你有没有发现文章其实已经说死了，就跟你讲它的产量是不会增加，对不对？对吧？好，你看，如果你刚刚有先做过这个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OK。我们等一下不要再讨论自产了，对不对？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做的分析里面，它的 premise 里面已经把自产锁死了，所以就算它再适应土壤就好，也好，但是它的产量就是不会增加。所以 B 选项就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的混淆选项里面那个已考量的前提，对不对？好，已考量的因素这样子。好，来，你去讨论已经讲死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它不会改变任何东西。OK， 好，来，接下来呢 ，C 选项说什么？说好。这个地方所生产的品种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品种是什么？是特别高产的。那高产又怎么样，对不对？虽然我们知道说产量是跟会不会进口有关系，没有错，的确，今天 surprise 是跟会不会进口有关系。可是你今天讨论这个产量的这个自产，它已经讲死了，对吧？所以 C 跟 B 也是一样，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人家文章就跟你讲说这个地方的产量就是不会增加了，那你还在跟我讲说这个地方呢，这个土壤多么的好，这个地方的某些品种收成多么的高，那都是没有用的。好，我就让你土壤好，我就让你收成高，但是你就是讲死了 ，OK， 就是产量不会增加，那你就无法连到说这个国家可以就是解决这个短缺问题，对不对？好，那都选项说什么？说今天在这个地方呢，好，没有什么呀，没有说就是一个人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好，是不会增加什么样？是人口是不会增加的 ，OK 哦，好，来这个地方你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文章里面怎么样？我们刚刚文章里面已经讨论到了人口数量，对不对 ？OK， 已经讨论到人口数量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去补充这个人口数量好的增加减少没有任何意义。好，你跟我讲哪一些区域人口不会增加，哪些区域人口会增加，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除了人口增加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会让你连到说这个稻米的需求会减少，对不对？所以你要跟我讲这些人吃不吃米。好，你不要跟我讲说人口在哪里增加，哪里不增加了。好，这边他说的是什么？就是所有的地方，对不对？所有的地方人口都会增加，对吧？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已经跟我讲人口增加就够了。我要知道的是什么？我要知道的是今天这些人他们到底喜欢吃多少稻米？除非今天你跟我讲说什么啊？说某些地方他们的习俗是吃米的，还其他习俗是不吃米的。好，然后你跟我讨论说，人口增加都是在吃米的地方增加，人口增加都是在不吃米的地方增加，那我们才有讨论的余地，对不对？因为它关联到什么？关联到对米饭需求的上升或下降这样子。OK， 好，而且是我们刚刚没有讨论到了这样子。好，所以都选项也是什么？也是无关选项。OK， 好，那一选项呢？这个地方注意哦。一选项这边对不对？其实是有关的哦。OK， 他说其实没有其他的什么，没有其他的作物。好，没有其他的作物怎么样呢？就是也是收支平衡的，它有一点点关系。
OK， 好，但是它的关系非常的远。好，你可能会想到说 Dustin 有其他的作物，不就代表说有替代品嘛，对不对？比较聪明的同学可能会多想这个点，叫做是不是其他的作物就是替代品？那是不是替代品就可以直接连到说什么这个人们就不会那么爱吃米了，对不对？但你有没有发现，你这样连要多推好几层，对不对？你还要跟我讲说其他的作物叫 other crops， 对不对？好。你还要跟我讲说这些 other crops 怎么样呢？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可以当 alternative。靠腰怎么变这样？这个 iPad 上面沾满了汗，这样子 OK。好，还跟我讲烦，来，还要跟我讲说这些替代物对不对？这些谷物是 alternative， 对不对？还要跟我讲这些 alternative 会是怎么样呢？会让人们实质性的减少稻米。你会发现，你要为了要推到人们减少吃稻米。为了要推到 per capita 的这个稻米需求减少，你要多推2层，但你还不如 A 选项直接一步到位的跟你讲什么？跟你讲说这个 demand 会减少，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选项就是什么呀？就是相对来说说服力非常非常低的混淆选项，这样子。OK， 好，更何况其他稻米收支平衡，那又怎么样？又没有跟我讲增产，又没有跟我讲人们对其他稻米的需求提高了，对不对？对吧？所以这时候答案我们就知道，很确定的选谁？很确定的选 A 选项，这样子。OK， 好，那再来，我们请大家来试试看做这一题。OK， 好，来，大家可以按个暂停来做这一题，好不好？好，来，当你按下完暂停之后，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开始来跟大家解说这一题。好，这一题说什么？说今天呢，政府呢去照顾老人，好，然后呢决定要怎么样？2年前决定要开始发重阳敬老金。OK， 好，来，这个是台北市政府曾经在讨论过这件事，对不对？要不要停发重阳敬老金这样子？好，这边来讲的是说 ，OK， 就是今天政府要为老人，好，每年就是增加老人补贴金这个20%这样子，哇，给老人加薪。好，你知道吗？在这个民主国家里面，这件事会常常发生，什么骗选票这样子 ，OK？ 好，来，那现在说什么呢？说今天这个通膨 ，OK？ 通膨这段时间是可以忽略的，你知道吗？像这种语气，它的暗示就是什么？等一下不要再跟我讨论通膨了 ，OK 哦？还暗示你的 MEC， 等一下猜出来物价，我不要管你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这些钱都被老人拿到了，他来暗示什么？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讨论是什么行政疏失这样子，好，不要跟我讨论说什么钱中间被别人吃掉了 ，OK？ 好，被主管贪污走了，好，这边就告诉你就人已经拿到了这样子 ，OK？ 好，然后最后当然说什么？然而今天这些人的财务状况并没有特别好，可能是因为什么东西？ OK， 好，那我们先来分开一下，好，我们来先拆一下。来，这个地方我们最后的很明显是一个数量程度的变化，对不对？有看到程度是什么东西？程度就是这些老人的财务水平，他们的这个就是财务上的生活并没有变得特别好，这就叫所谓的程度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先来想一下，今天好财务的表现，好，不应该不说表现啊，就是说活得有没有比较物质上有没有比较滋润，对不对？NANCIAL， OK， financially better，OK， 这个地方我问你哦，如果你是这些老人的话，你会怎么样感觉到你财务好或是不好啊？你有哪一些大方向可以去想，对不对？第一个肯定是什么？第一个肯定是我今天可支配的所得嘛，对不对？可支配的这个就是收入，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身为一个老人，好，我所需要花的钱就是支出嘛，对不对？好，就是我们都会知道说 ，OK， 今天我们收入多了，肯定财务水平好，对不对？好，不是，明显说不是肯定，就是说，好是会让财务水平是有变好的趋势。那我们支出少的话，也会让财务水平有变好的趋势，对不对？好，那今天既然它题目讲的是什么？财务水平没有变好，那我们就知道，要么就是收入少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今天我用另外一个颜色笔写好了，好，要么是收入少了，好，要么是什么？要么是支出高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再往下去拆好，来，那收入包含什么东西呢？刚刚他讲的是什么？老人年金，那我们就可以想，老人们除了老人年金。除了老人政府给的年金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呢 ？OK， 好，老人自己有没有可能退休之后有做一些就是不算在正职里面的这个兼职，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兼职，比如说这个什么老人插花啊，之类的老人跳舞啊之类的 ？OK， 好，我们还是不要消费老人，好，我们要自己老尊贤，好，然后再来，老人还有哪些收入？有没有可能今天是给家里面这个孝亲费，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说有没有可能老人自己的这个有就是政府补贴金，有兼职，有孝亲费，对不对 ？Family。还有什么？现在老人都很会养自己，你知道吗？现在都会有这种就是自己做退休理财的保险，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他自己有私人保险，对不对 ？OK， 私人的保险，对吧？
好，来，你就把自己带入老人，你去想，你到底退休之后怎么维生，你就会发现非常具体这样子。OK， 好，那再来支出有什么东西呢？好，支出我们可以想老人要什么支出？好，大家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是医疗支出，对不对？好，医疗支出。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所谓的这个，好，可能今天是这个所谓的，譬如说物价水平好了，好，但是注意哦，物价其实我们等一下就不能再讨论了，为什么？因为文章已经跟你讲死了，物价没有上涨。好，有没有可能今天是什么？今天是这些老人怎么样？好，比如说今天这个饮食变多了，对不对？好，就是人变得越老，好，2年前跟2年后人变得越老越喜欢吃东西，对不对 ？OK， 好，之类，其实你可以稍微想一下，比较有可能就好了，不用去拆太细这样子。好，饮食这样子，好，或者是今天老人住的地方房价就是租金变贵了，好，老人院的这个支出变贵了这样子 ，OK， 好，来，那 anyway 我们现在来分了一下之后，好，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5个选项了，对不对？好，当然我们知道说文章里面他已经跟你讲说什么，已经跟你讲说这个物价，好，物价是没有变化的，对不对？好，是可以忽略的，好，通膨是可以忽略的，好，然后呢，钱都拿到了这样子，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说 ，OK， 今天物价我们不用来考虑，我们只需要考虑我们额外的支出就好了。那有可能有什么情况？就是说，第一个，有没有可能老人呢更常生病了，所以天气不好啊，或者是什么雾霾产生太多啊，好，或者是什么流行病出现，老人受侵袭，所以更多的医疗支出要用了，好，这就变成额外的一笔支出，而跟物价没有关联这样子。那有没有可能老人今天怎么样呢？就是好，譬如说今天就是需要摄取更多的营养了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有可能饮食的成本变多了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的收入除了刚刚这个文章讲死的这一块之外，好，有没有可能家庭给的更少，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今天兼职的这个收入变得更少了？社会不喜欢老人兼职了，对不对？没有人要请老人做事了，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今天私人保险怎么样呢？就是调低对老人的这个给付费率。好，虽然这件事很阿杂这样子，好，但是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嘛，对不对？好，来，你看，你只要都在想这几个就可以开始来看了。OK， 好，来，我们来看哦。好，这个地方对不对？你看第一个，好，说他们完全的去依赖什么？依赖政府的这个收入金过活，你会发现它的方向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让你告诉你不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告诉你不要去考虑家庭有没有给你钱，不要去考虑兼职，不要去考虑私人保险。OK， 那这样是不是反而更不能解释了，对不对？对吧？我们就是要去找到其他的 income 有没有增加或减少，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今天多给你钱，你不会活得比较好嘛，对不对？所以 A 选项它反而方向是相反的，它反而告诉你不要去考虑其他，因为它没有其他的收入了。那这个时候你更不能解释了，对吧？好，所以 A 选项被我们删掉了。好，那今天 B 选项说什么？说这个地方的政府，好，这个地方的这个银行，是我们没有效率，导致要花3个礼拜来收到钱。可是问你，钱来得快，来得慢，来得快，来得慢啊，不就是钱嘛，对不对？好，它来得快来得慢，终究是拿得到嘛，对不对？所以你来得快来得慢，跟你最后生活水平好或不好，其实没有任何的关联。好，你老人又不是要去做大生意，很注重周转，对不对？好，又不是说老人今天在家里面开一个大工厂，然后说什么呢？说今天哎呀，这个银行的钱不到啊，支票没办法兑现啊，快死了这样子。OK， 好，老人你可以想象他是生活，他不会去在意钱是快到还是慢到嘛，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 B 选项对不对？我们就先删除了这样子。好，那C 选项说什么？说他们今天可能会买什么？可能会他们今天买的这个就是物品，对不对？这个物价好，这个飞涨，对吧？好，物价会在通膨时期飞涨。OK， 要注意哦。他说在通膨时期飞涨，可是问题是文章就已经跟你讲死，还记得吗？我上堂课讲过了，文章刻意强调没有变化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文章要排除的地方，这样子，让你等一下不要讨论的地方，都已经跟你讲死了。通膨就是没有事。OK， 这段时间没有什么通膨，你还跟我讲说怎么样呢？你还跟我讲了他们买的物品在通膨时期会迅速的物价飞涨啊，就没有通膨，你要怎么飞涨啊？对不对？所以 C 选项就是什么？就是虽然它有关系，可是在文章里面已经被我们排除掉，是属于哪一个？我们刚刚讲的物价这样子。OK， 好，那 D 选项变什么呢？说今天 OK， 他说 The pension was increased when the number of elderly Ronaldians below the poverty level would reach an all-time high。还有什么？他说这个政策帮老人发这个多的年金的这个政策的执行时期是什么？执行时期是好，全国的老人对不对？全国的老人的这个数量好创了一个新高啊！我问你，老人数量创新高，跟你自己活得有没有比较好？这有任何关联吗？好，就是今天你自己一个人活得比较好，会因为国家人口变多，所以你就活得比较不好吗？活得比较好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不会说今天这个国家人口变多，所以今天我拿到的钱就变少。
少，对不对？或者我活得就比较不好，没有可能，只是可能你会觉得有点挤，好，老人院有点挤，但不会说你就觉得说你财务上就变得不好嘛，所以这个也是完全的不在我们考虑的无关选项，这样子。你们看到，我们预先做分析，你就会发现你的思路是非常的清楚了，这样子。好，那乙选项他说什么？在这个国家，好，这些子女都是不孝子啦。OK， 好，就是赚到了钱给老人。都不是给一个定额的，对不对？说什么？他们赚到钱只是给老人去补到什么？补到说就是刚好能够怎么样？刚好能够就是活得舒适、活得正常这样子，活得正常，不会补到说让你变富裕，对吧？所以换句话说，暗示你的意思就是什么？暗示你的意思就是政府的这个好，就是老人年金一旦提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今天儿女就会说啊。那我们小年轻人过得也很辛苦，所以呢，政府多给你2000块，那我就少给你2000块，就到最后老人拿到的钱，最后的收入还是一样的。那能不能解释？是不是就非常能解释，对不对？而且还刚好对到我们刚刚分析中所讲的什么，有可能还有子女的孝心费会影响收入，对不对？所以答案最后是什么？最后是E选项。OK， 好，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MEC 的横向的这个就是分拆法。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个方法平常练习的时候，最后跟大家提醒哦，好，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对不对？请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自己的去检查，说有没有做到就是完全的穷举，还有就是有没有做到什么，有没有做到各自的这个独立这样子。好，这个比较难哦。好，你要自己去反复的检查我们各自独立，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天马行空的想，很容易会互相重叠。好，你要去自己检查一次你的练习，你把这个表画出来有没有各自的独立。好，然后再来就是有没有穷举？那你说到底我这个到底要怎么切分？有些时候我发现人口你有好多种切法，你也可以切来男女，对不对？你可以切这个年龄，对不对？我跟你讲，切分要怎么看？要看故事怎么讲的。OK， 你要看他前面 premise 给你什么 ，OK， 按照他给你的因素来切这样子 ，OK 哦。好，比如说他今天前面跟你讲20到30岁，你再去切男女就没有意义了，这样子 ，OK， 他应该要去切其他年龄段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要提醒你这个东西，平常的练习的时候，我们要把每一道题目榨出最后一滴汁来，好，也就是说平常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强迫自己去好做这个练习，去做得非常精准，去做得非常的详细 ，OK， 检查自己有没有尽量的穷举，检查自己中间有没有这个就是互相的人没有独立，对不对？好，但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需要把它画在纸上，我们考试也不需要去做到非常完整。你只要平常每一题有这样坚持做练习，你考试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脑袋在10到15秒之内灵活的想到什么？想到3个预想 ，OK？ 好，想到3个预想的，差不多可以下去看选项了 ，OK？ 好，答案基本上不会去超出这3个预想 ，OK？ 好，这样的概念这样子。好，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东西。那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哦，好，今天最后让我做个工商，好，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好，可以留下来听这样子。好，就是呢，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开这个班嘛，对不对？就是所谓的这个verbal 终结者。好，这个班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不会放牛吃草，不是叫你上完课之后就结束了，对不对？好，我们有实证有效完整读书计划。这个读书计划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完整8周的读书计划。OK， 每一个地方包括阅读的能力，包括 SCL、HSC， 我们都有阶梯式的训练，每一个步骤都搭配有完整的这个教学的影片。OK， 还有实体的课程这样子。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好，有9堂实体课，好，9堂现场实体课，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整个课程，我们带的方式不是说帮你去带技巧，或者是帮你去带一些就是什么，就是很落后的观念，好，我们会是拿就是过去所有 verbal 40分以上的考生他们的做题流程跟他们最前沿的解题策略来跟大家做教学这样子，好，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在准备上，好，你有任何问题的话，线上都会有60天由我跟你亲自的在线上的平台答疑这样子 ，OK， 好，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的每一套课程，对不对？里面都会有大量的作业，好，比例超过30%。OK， 然后呢，这30%的作业呢，我们会有超过30个小时，好的检讨跟作业的这个示范解题影片，这样子，好，都是2个月之内，你可以在家里面感觉到自己每一步都是有计划的来跟着这个解题流程来。好，我们的课程跟我们的作业跟我们的解题影片，好，跟我们的这个整个读书计划是完全紧密相扣的这样子 ，OK？ 那因为这个课程里面，好，就是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OK？ 这个精力包括了这个线上答疑，包括了课程的讨论，好，因为这个线上答疑的群组我会大家讨论，好，那
所以呢，就是我会非常控制品质，30个人就是最低的最高极限了，再多我就不能承受了这样子，所以额满不收这样子。OK， 好，那目前呢这个 Season 2的战果是这样子，就 Season 2是上一季，好，就是说现在是在 run Season 3，那上一季的 Season 2结束了之后，目前已经有30个里面已经有15个人考试了，好，目前呢9个人里面，好，就是有9个人破700或者进步80分以上 ，OK， 破700的有5个人，好，进步80分以上的有3个人这样子 ，OK， 好，来，那各位就是有兴趣的话，对不对？可以在我们这个影片下面的这个介绍栏，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课程更详细的介绍以及报名的连结。好，我们预计是在多少？我们预计是在这个10月1号开放报名，好，然后呢10月18号到12月18号，好，这段期间是下一期的这个课程期间2个月的时间，9堂实体课这样子，好，然后30多个小时的这个线上的这个作业影片跟检讨影片，还有就是完整的这个就是5个阶段的读书计划这样子。OK， 好，那不过报名有一些限制，好，就是说包括说你要减负一些报考证明，好，下一次报考证明，还有就是要减负你过去考过2次以上的证明，这样子 ，OK， 因为这个班主要是在帮助就是过去久战不过的考生，希望你在这一次就把这个考试终结 ，OK， 好，就是帮助你不要再走弯路了，这样子 ，OK， 好，所以我们不会是去挑我们不会挑程度好的，但我们会去挑说已经跟这个考试纠缠很久的 ，OK， 好，人家都挑程度好的，对不对？不好意思，我挑的是跟这个考试纠缠很久了，这样子，好，那10月1号会正式开放报名。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你在这个影片下面的这个栏，那个就是介绍栏，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连结，这样子，好，可以稍微来研究这样子 ，OK， 好，那同样的各位，好，如果你对我们的这个影片你觉得有帮助的话，对不对？也欢迎你来看这个。就是你来关注到新的部落格，好，未来可能会改版 ，OK， 未来可能会换网址，好，但先跟这个网址里面有100多部，应该说100多篇就是关于剧院媒体的观念的文章，好，当然包括解题，好，包括这个就是系统性的观念、解题流程，或者是今天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就是小观念，好，或者是整个考试的读书计划跟这个再战诊断，或者是你的心态的调整，好 ，pace 的这个锻炼。里面全部的资料都有这样子，好，你在这个超级传送门就可以看到目录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就是关于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公开课，对不对 ？Thursday with Dustin， 其实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已经有了这个就是 playlist， 好，你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下学习这样子，好，那各位谢谢大家的收看，好，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好不好？我是 Dustin， 我们下次见，拜拜。